各位早安。像今天柚子要去的景点是东京6月就已经开幕的哈利波特园区，然后它是要从池袋然后坐到丰岛园站，然后就可以去那边享受这个魔法世界。然后因为我之前很早就订好票，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我早起就是一定要去这个园区看看。然后现在第一步，我可能会先去便利店先吃个早午餐吧，因为园区的东西我觉得那边应该会比较贵。我们可以看到的假日人潮还是很多，池袋这边像军队一样，刚幼崽都不知道怎么进去了，现在才想到可以从左边进去。那我们走过来这边第2月台的方向，我可以看到这个旁边墙壁它的那个壁贴吧，看都变了。好，这边列车甚至还变成土黄色。可能就是传说中要去丰岛园的那个9又3/4月台了。好，我们再往前走走看。差不多感觉就是像这样子吧。然后接下来又准备要去哈利波特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子进站，准备要坐去丰岛园。现在幼崽已经下这个车站了，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有针对像哈利波特的风格去致敬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栏杆都变红色的，那就比较英国风的感觉。可以看一下前面还有火车。我现在真的要赶去园区了。我们看到连贩卖机也都变成红色的，蛮酷的。啊，这是电话亭。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再往前面方向应该就是哈利波特那个园区了。啊，现在刚走过来，看到日本的树都已经开始有一些都染红了哦。我们来往前走，可以看到这个园区的入口了，大概就是长这样子了。然后幼崽现在顺利进来园区了，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只怪物猎人的雌火龙哦，我乱讲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哈利波特里面的哪一只龙。然后刚最让我讶异的是，进来还要像海关那样子检查行李，哇，那真的是有一点吓一跳。好，那大家准备要进去乱晃了。那我们这边看到还有电子语音导览，可以租借耳机了。然后可能可是它是英语跟日语版。那像我们，如果你不懂这2个语言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借了。用自己对哈利波特故事的印象去了解就好了。我们可以看到进来会场大概就像这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真的还蛮多人都穿那个哈利波特魔法世界里面那个的魔法长袍的。像我突然觉得买这个长袍就是突然还蛮保值的，就是你去参加一些 cosplay。你没有衣服穿，可以穿这个，然后人家也知道你在表演什么啊。然后你有这个长袍，你来这个哈利波特世界也可以穿，不然就是哈利波特办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都可以穿诶。
这真的还蛮保值的，而且头发也不太需要什么整理吧，只要衣服穿上去就好了。我们从用餐区的另外一边看过去，可以看到这个史莱哲林啊、格莱芬多，还有这个赫夫帕夫，还有雷文克劳的这个旗帜，哇，真的是还蛮壮观的。大概里面就是长这样，然后就是菜单，不出我所料，有一点贵啊。不过出来玩就是花这些钱是没差，不过幼崽是因为要长期住日本，所以就不可以，要限制自己不能乱开销吧。那我们现在进来旁边这个卖纪念品，还有一些伴手礼的地方啊，都还没有逛，就先来看这个了。还有问过是都可以摄影的，然后这边也有卖很多啤酒吧。然后今天幼崽的话，应该会考虑去喝一下奶油啤酒，那个一定要喝，真的，那个太经典了。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一些魔法世界里面的生物。现在旁边外国人说是史莱哲林。我再大概看一下。然后这个看起来很像铅笔的东西耶，结果却是，这应该是那个吧，魔法杖。这个感觉蛮值得买的。可是不便宜哦，要4600日元。然后再往这个方向看呢，哇，这边也几乎都是酒啊、糖果啊什么的。然后我们进来这一间看哦，可以看到这边有卖《哈利波特》丛书哦，日语版的。哦，那其实幼崽第一次入坑《哈利波特》就是从这一本那个《消失的密室》哦，真的是很好看。后来才开始回去追那个第3集，然后第1集这样，第4、第5、第7集、第6、第7，然后这样追上去看。哦，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楼梯哦，真的是有点厉害。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相框哦。哦，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壁炉哦，里面会有信出来。这个应该也是《哈利波特》里面一个场景的还原吧。蛮不错的。然后再拍一下这个楼梯给大家看。设计的就还蛮用心的。哇，然后旁边还有这个明信片哦，这个记录卡哇，这个我觉得设计的就还蛮屌的，就感觉蛮值得买的。就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报纸啊，然后报道哈利波特是当时怎么活下来啊，还有谁是魔法世界里面的一些坏蛋啊。我们看到角落这一侧有在卖这个旗袍哦，幼崽刚看了一下，它一件要大概2700台币左右吧，然后还是Made in China的。说其实如果你想要当长久来穿的话，是买一件是还 OK 的。看这个学院风的针织衫，我反而还比较想要，这个穿起来都比较有英国学生的味道，穿在外面也很好看。哇，然后我们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卖这个魁地奇的球，
还有这个魁地奇比赛的衣服，连哈利波特专属版的都有。好，飞天扫帚这些也有哎。然后这边还有奖杯，这个扫帚这个布景，这应该是迪格里吧？它里面的一个角色的衣服。我是走黄黑设计的。然后这边又有史莱哲林的笔记本，马克杯，然后到魁地奇的衣服啊。装备都有，然后史莱哲林的象征就是那一只蛇。然后这边有赫夫帕夫的，这个是呛吧？这我就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角色了，应该不是章丘啊。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巨蛇啊。刚看到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这个史内普。史内普的粉丝应该看到这个会都蛮开心的。哇，然后还有卖这个图案杯。然后这杯幼崽翻到一个好东西啊，里面这边竟然有卖一些龙的玩具。如果有在看那个《怪兽与他们的产地》那一本书的话，应该有在看那一本，应该都会认得出来是什么怪兽。啊，这一只应该是凤凰啊。哇，然后这个还有卖这个。卖这个校徽，就是我买回去送人，其实也不错，这个还蛮好看的。可以看到这个羽毛笔，还有附那个墨水。然后这个如果放在家里当摆设的话，或自己写，就会还蛮有那种回到哈利波特世界的感觉哦。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应该就是每一个角色拿的魔杖吧。然后像我拿的这一根就是哈利波特的，然后左边那一个就是邓布利多，右边这是妙丽吗？这个也蛮有趣的。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伏地魔的，哇，他的法杖是我觉得里面最好看的，像一把剑一样，小刀，哇，超帅的。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法杖啊，哈利波特的4600日元。哇，如果以后买回去，应该就是到时候去办 cosplay 的时候就可以无聊带一下吧。啊，还蛮多角色都有卖。差不多就快大概900、1000那边了。哦，然后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卖更进阶版的一些魔杖。这些如果是那个哈利波特的魔杖迷，那是会欣喜若狂哦。每一只应该都会想带回去吧。其实还蛮有特色的，也是。而且也有一点收藏价，而且也有收藏价值。然后我这边还有一只史莱哲林的，哇，还有这个狮子头的魔杖，很像是那种，好像是游戏闯关之后会拿到那种救急武器给主角拿的，最后拿去打王用的那种武器。然后柚子看了一下魔杖，比较喜欢的是这一款凤凰的，凤凰这一款红红还蛮好看的。然后还有这一把，哇，这一把真的还蛮好看的，那种欧风的感觉。
有没有观众朋友可以帮我解析一下这一把叫什么？那还蛮酷的。看到这边纪念品区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哈利波特吊牌，那格莱芬多的，还有到史莱哲林、雷文克劳4大学院都有。哦，最让我觉得有趣是这个，分类帽啊，哈哈，这个当钥匙圈还蛮有特色的。这边逛过来可以看到这个金探子，哇，真的是很好看啊！看了都想收藏带回家。只是没有想到金探子这么大一颗哦，不过就是要这么大，这样魁地奇比赛才能玩。那我们这一区可以看到这些卖哈利波特的绒毛玩具的周边哦，还有这个哈利波特的小人偶还蛮可爱的。还有这个马粪呢。这超猛的。然后男生的话，应该都想带一只妙丽回家吧。然后最让我觉得最酷的是这个魔法扫帚，我不知道回家能不能真的当扫把用可能不行啊，还会发光。那我们最后再回到这个服装区哦，就还蛮多人都会套这个衣服试试看的。那我现在我刚看了一下，我们套最多的人是那个格莱芬多，果然是人气王。那史莱哲林的套的真的比较少人套，然后赫夫帕夫还蛮多的，因为赫夫帕夫他可能是走黄色吧，所以就比较看起来比较活泼。然后最后是看到这个雷文克劳，它蓝色比较暗一点，比较没那么明显。那我们可以现在看，已经到了快中午了，哇，人潮真的是有变得越来越多了。好，现在待会幼仔要准备要去逛那边的 Tour Entrance 的 Entrance， 我准备要进去逛哈利波特了。就是我们走进来可以看到很多让人怀念的东西哦。可以看到这个哈利波特第1集啊，就是那个哈利波特贤者的魔法石，还有这个消失的秘境，消失的密室讲错。这个阿兹卡班的逃犯。还有这个哈利波特与火焰的圣杯，还有这个哈利波特跟凤凰会，还有这个哈利波特跟混血王子，这个最后的那个哈利波特跟死亡的秘宝。然后这边可以看到隆恩跟那个妙丽他们两个最后竟然会成为一对，真的是有点让我那时候我在看小说的时候，真的是让我吓一跳。而且哈利最后是不是跟张秋有点可惜，最后是跟那个金妮，就隆恩的妹妹在一起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之后走到这边可以看到哈利波特的历代的宣传海报。哇，它还会发光变成红色的。这边就大致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因为其实这些图网络上都有。然后刚幼仔就是进去之后就看了一场电影，看完之后就是到这个地方，这边可以看到邓布利多的模型，史内普，旁边那个海格也做出来了。
哦，现在好像我把空间点亮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雷文克劳的服装哦，是真的还蛮好看的。走蓝色，然后象征的精神是知识，还有上进心啊。这个胃头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哇，然后这个赫夫帕夫他们的服装。象征的精神是献身、忍耐、忠诚心啊。而这个桌子好像是在那个小说还是动画、电影里面都有的一幕吧。然后就是他们学院就是要吃饭的时候，就会像这样子，就一个长桌，然后就各个学院都聚在这边吃饭啊，所以就蛮容易互相认识的啊。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史莱哲领。他们的服装就差不多这样，然后象征那个骄傲、野心，还有这个扎托萨没有，然后再另外查一下是什么意思。我们最后看到这个格莱芬多，它象征的精神是勇气、冒险心，还有坚强的意志。然后像的主要颜色就是深红跟金啊。可以看到服装这样，其实看一看，我觉得雷文克劳的最好看。可能雷文克劳的那个里面那一件比较好看啊。然后如果是外面长跑的话，应该是赫夫帕夫最好看。再往这边看，可以看到一些，这里就展示一些他们的一些建筑设计的模型。到他们看他们电影的时候，这些模型要做出来也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差不多，这个叫自己来现场，然后自己慢慢钻研。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照相梯哦，哇！这个如果有在看小说的，都会对这个梯子有印象，就是梯子，然后旁边有很多照相，然后他们是会动的，然后有的还会通风报信。那这个应该就是旋转楼梯了。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哦，哇，就可以看到刚刚那个模型啊，哦。那这个旋转楼梯终于动了哦！哇，我可以看到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大家都在拍。大家也有看到那个照相都会动吗？这边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相画，这个还蛮好玩的。就可以在那边摆动作之后，就可以像这样子，像这个图画这样，有可以在里面就会在图画里面显示出来。不过幼仔今天是一个人来的，所以我就不要那么丢脸了。这种如果是情侣啊，不然就是一个家族来玩的话，应该或亲朋好友来玩，应该会蛮好玩的哦。可以把一些抖音的一些动作，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格莱芬多的交谊厅啊，还有长这样。然后在电影啊、小说里面，荣恩、妙丽还有哈利就是会在这边交流啊，然后畅所欲言，然后把各自的心事都讲出来。然后这里也有史莱哲林的交谊厅啊，可以看一下。哇，其实还蛮壮观的。
这边有那个我们可以去当魁地奇的观众有那个摄影嘛，可以看一下。大家就在里面欢呼了，然后就会有那个合成影像吧，然后你就会上来魁地奇比赛的观众里面的一员这样。然后我现在拍这个给大家看啊。就你在刚那边录的那个 AR 影片啊，就会到这边你就会呈现出来，然后你就会在观众席那边就会跟这个电影的那个场景啊做一个交叉配合，觉得蛮有趣的。大致上就是这样。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厉害的东西哦，光轮2000，哈利波特的坐骑。然后再往旁边看，可以看到这个火闪电，是哈利波特的坐骑，超帅的。这边还可以看到这个金蛋，它是在《哈利波特与火焰的圣杯》那一个小说里面出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邓布利多的校长室，可以看一下。往前面看可以看到它这个天体观测仪，这个都有还原出来，还蛮酷的。还可以看到这个 briefing 啊，就是施救兽的石像，亲眼看还是蛮壮观的。我可以看到这个魔杖哦，是旺的，还有按照那个角色排起来，可以看到有伏地魔。可以看到伏地魔以前电影也是把他塑造的还蛮帅的，然后后来就是走火入魔了，然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这边还可以看到初代校长霍格华兹的第1代校长，在我们旁边看过来。啊，有厕所了啊，幼崽要赶快去了。讲真的，这边要进来看之前，最好要先上个厕所，不然真的中途你会尿急了。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魔法药学的教室，感觉就还蛮有趣的，可以让你体验那种主要的感觉。このお部屋でかき混ぜているポーションがありますね。動いているポーション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史内普教授，日文是叫 Severus 史内普，发音其实也差不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拍照区哦，其实这样幼崽逛下来是觉得还蛮建议说，如果你真的是真心想来这边玩拍照的话，可能就是你那个魔法长袍肯定要买的，然后还有魔杖也一定要，那你就可以拍出很多像这样的照片啊，会比较有那种魔法世界的感觉。不过这样加起来可能你还要再多支付快2万日币吧。
再来，我们进来这边竞技之声哦。然后它里面风景是像这样子，上面有2个像猪的雕像。再往前走可以看到海格跟那一只坐骑啊，我也忘记它叫什么。哇，还有那一台车，这个也真的是都快忘了。对，看到这一台车在消失的密室里面有出现，会在空中飞的。可以看到这个吸魂鬼迪曼达，我在《哈利波特》第3部阿兹卡班的逃犯里面有登场。哇，飞出来了！这也是在他小说里面一个蛮可怕的一个设定吧。魔法世界就什么东西都有了。可以看到这个，把叫出守护灵，是那个吉吉护法吗？我快要忘记了。可以看到他们都在绕圈圈了。然后有魔杖，真的在这边真的是一个神器啊，真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阿拉哥，消失的密室里面出现的蜘蛛了。等到我们从馆内现在重出天日之后，终于看到幼仔最想买的东西了，它就是奶油啤酒。然后日语就叫做那个吧 ，Butter Beer， 就 Butter Beer 的外来语啊。我可以看一下，哇，很多人在排。来这边最值得投资的东西就是这个，而且它杯子是听说可以带回去的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奶油啤酒哈，它的那个奶泡是真的还蛮多的。那我刚有尝了一口，就是它真的吃起来蛮浓郁的。幼仔现在已经喝完奶油啤酒了，可以看到这边有的人都可以在这边拍一些照片。那我趁刚刚的时间去查了一下，那个哈利波特服装其实上我们台湾的拍卖网大概500元台币以下就有了，甚至1000元台币以下就有了。然后在这边买的话，你们可能会觉得，你买的就是正版的，就是比较好啊。可是它真的价位换算过来不便宜，那一件长袍，现在看路上的人穿的哦，一件就要2700块台币啊。然后如果你再配魔杖买下去，大概就快3700，快4000了吧？哦，等于说你在哈利波特这个展你就花了快5000块，哇，这真的是还蛮多的。所以就是看个人取舍啊，你有钱的话就没差，就是尽量买，尽量刺激经济也很好啊，对。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夜骑士巴士哦，哇，这个巴士看着就很浪漫，它是总共有3层，可是我们就只能站在第1层拍照。哦，然后现在幼仔来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了哦。9又3/4月台，真的是超酷的这个哦，所以又推荐要来的人，真的是这个长袍真的是必备啊！有的照片就真的是可以拍的很有感觉。不然像我们这种麻瓜穿这种凡人服装哦，在这边拍照就会比较，就会看人你也不会想上去拍了。你好像不是魔法学院的学生呢。然后柚子现在给大家看一下穿长袍拍的差别。有穿长袍的话，大概就会像这样。
然后没有穿长袍，大概就穿我们的便服，大概拍起来就会像这样，那你就会觉得好像跟后面的火车有一点不太搭。然后幼仔现在要进来列车里面，现在在列车里面有还原一些电影里面的景色，可以看一下。我觉得有点恐怖，看这个意象图，那这个应该就是哈利波特跟荣恩还有妙丽。夜间车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卖这个头浪苦，就是霍格华兹4个学校的行李箱。哇，这个要13000呢，不便宜。不过比较复古风啊，如果个人喜欢收藏或带出去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买的。那我觉得比较好看、值得买的是这个格莱芬多和这个壁挂吧。这个摆在房间其实还蛮好看的，可是一个要600多块。还有这个钱包，英国风的，4600日币了。这白白净净的，看起来很好看的。这个挂牌有的也是蛮不错的。看到这小火车，还有2900日币啊。然后比较吸引我是这一款9又3/4月台的这个挂牌啊，这个也不便宜啊，2400日币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蒸汽炉啊，我感觉是很好玩啊。没想到这边火车的另外一端的房间还别有洞天呢，就还有一块地方可以让我们去逛。那我们现在逛到这一区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挂一个海格额头在这边。眼睛会动的话，那就更可怕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区有蛮多的珍奇异兽。哇，连这个鲨鱼人都出来了这是蛇发女妖吗？这个是巨人吗？然后这只龙的头还蛮帅的。然后还有前面这边就有有哥布林这个大家蛮熟悉的哥布林哦。对啊，哥布林就会长这样子的，就绿色的，然后鼻子很尖，然后耳朵长长的。哇，我们现在走到这一区哇，这个城市造景真的是很漂亮啊。有英国风的感觉哦。我们看到一进来就一堆人都拿着手机拿起来拍照，因为可以拍出一些好照片的。然后再往前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哈利波特的悬赏，哇，做人的壁报还蛮别出心裁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霍格华兹那这边有把城堡的样子还原一下。真的是很漂亮的城堡，应该不少人向往自己的学生时代是在这种城堡上课吧。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夜晚版的霍格华兹，哇，
这个模型真的是很厉害。它等于说就是会从白天到晚上吧，然后展示这个霍格华兹的灯光效果给你看。亲眼来看真的会觉得还是蛮震撼的。最后幼仔逛完了，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结账人潮。哇，真的，来这边其实如果没有克制住自己的话，可能就有时候会有一点失心疯吧，然后看到什么就会想买。不过就是有钱的话，多买一些也没关系啊，因为也是做一个纪念。好，现在又在这边哈利波特的园区也差不多逛结束了。那最后我们再回到饮食区这边哦，可以看到今天如果你有穿那个魔法长袍来这边吃东西的话，看过去你真的会觉得，他们很像真的是在魔法学院里面的学生这样。然后看到一堆小巫师，感觉还蛮有趣的。不过幼仔穷啊，就是看到这种贵的东西都要犹豫很久，想通了才会买。然后就是也祝之后要来这边玩的人可以真的玩得愉快。如果可以的话，是可以尽量可以带自己的变装道具，自己那个学院的变装道具带来，那就真的可以比较省钱。之后幼仔逛完哈利波特，要来逛要来停之汤泡汤。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价位表，还有营业时间。然后幼仔刚已经泡完那一家在哈利波特影城隔壁的停之汤温泉了，真的是觉得太划算太值得了。幸好我今天没有买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长袍，那一件真的是13000，真的对幼仔来讲是真的比较吃力的价格吧。然后这边泡温泉的话，今天算假日啊，这边泡才1800日币而已。然后在馆内的时候，我好像就是那时候正好没有去吃饭吧，然后幸好馆内里面也有卖吃的，然后低至800元就可以让你吃饱的一些拉面都有，我就觉得其实还蛮划算的。然后像幼仔今天也有去泡一下岩盘浴啊，去问一下价格，今天假日才710日币，就其实还算划算。像台湾有的你去泡温泉，泡那个岩盘浴，可能你还要有一些先决条件啊，例如说你要先按摩啊，不然你就先做一些 SPA 什么的，做一些前面要该做的事情，然后他才让你做岩盘浴，然后可能就花到1000多块了。然后这边他泡这个岩盘浴里面才710日币，换算过来大概100多块台币吧，就真的还蛮划算的。不过在里面就是还是要泡温泉，还是要守一些规矩啊。然后温泉里面也有大众池，哇，就男女混汤，不过就是要穿泳衣了。就是整体来讲是还不错啊，不会，就是当你今天的行程是来逛哈利波特，你晚上不知道要干嘛，是真的可以来这边泡汤，然后顺便吃饭，然后再回去东京市中心这样。好，然后幼仔今天的影片结束了，然后就也感谢各位的收看。然后喜欢像我这样子就是随手拍随手录这样记录我的日本生活的人都可以欢迎订阅跟开启小铃铛，然后有新的也可以欢迎留言，然后就是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